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Big Joe。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最近呢，到了年底了，那最近就有朋友跟我说，哎呀，到年底了，我老板呢给我排了一个会，这个会的标题是这样的，说 Discuss about comp and promotion， 在下个礼拜。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准备呢？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个会的标题叫做讨论薪酬和怎么样呀升职。那在年底呢，讨论自己薪酬、讨论升职都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看我对这个事情的建议是什么。好，那今天讲的第一点呢，是说comp 和 promo， 也就是说薪酬和升职这两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点，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 comp 啊，就是薪酬是这样的，就是你相当于是你，如果你要跟老板谈薪酬，那这个老板说，我做的贡献是怎么样的，我的市场价值是怎么样的，因此呢，我的收入应该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呢，更多的是跟市场做对比，而你跟你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未来他给你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增加之后，对你而言的区别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也就是说，你其实呢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呢，你希望要更多的钱。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如果在市场上你可以拿到更高的这样一个收入的话，但是我觉得谈升职就不一样了。谈升职是这么说的，说老板啊，我希望能够从我现在这个职位怎么样呀升到下一个职位。那你升职以后，老板当然会给你更多的收入，对吧？但是与此同时，你做的事情可是不一样的，跟谈薪酬的时候不同。谈薪酬的时候，你说我希望拿到更多的钱，因为外面能给我更多的钱，或者这个市场给我更多的钱，但你做的还是一样的事。而谈升职是说我需要是升职，然后呢，我同时拿到更多的钱。那么升职意味着你将获得更大的一个责任和一个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你升职成功，你其实是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更多的价值。因此呢，这个跟你的薪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这两者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谈升职，而不是谈薪酬。就是不要直接伸手给老板我要钱，对吧？还是说老板我希望怎么样呀，被提升到下一个怎么样呀一个位置，这样我可以怎么样管理更大的一个产品的范围，我可以为公司为我们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当然我的收入会提高。所以呢，有选择的时候，谈升职比谈加薪要好，这是第一。那我们继续谈关于这个升职的这个事情。那刚刚讲过了，没有人喜欢怎么样直接伸手要钱，但是大家都很喜欢你愿意怎么样承担更多责任，给公司给团队带来更大价值。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说，要给人怎么样呀，画个饼。那怎么画饼呢？就先说啊，你看我在过去的几年是怎么样做，然后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先说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成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在这上 build 一个怎么样呀，一个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想象空间吧，或者说英文我们叫 trajectory， 对吧？一个 trajectory 就是说让他觉得相信。给你更大的一个责任范围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出更加好的一个结果，给公司给团队带来更大的价值。这个画一个大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这个里面非常多有理有据的地方，比如说不管是用数据去说，还是事实去说，还是怎么样呀，用这个情感的方式去跟他说。那总而言之，就是你要给他在脑海中描绘出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如果你有更大的一个职权范围，你管的项目更多的时候，怎么样这些项目在你手上，他们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合力，然后怎么样呀，能达到一个特别棒的效果，这样他更加愿意把更多的责任怎么样呀交给你。第三个呢，如果你是在一些这种大的硅谷科技公司，比如说 Google 或者 Facebook 或者什么微软等等公司，这种公司它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员工可以随意流动。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会采取什么样呀？先升职，升完职之后呢，他就走掉了。那这个呢，在行业里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打算这样做，就是你觉得这个团队挺好，你觉得老板很好，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的是不仅仅是怎么样 build 你现在的一个 trajectory， 就是不仅仅是说，我现在有这样，你给我这个责任之后，我就可以做多好，而甚至呢，往后再想一想自己2年后怎么样
3年后怎么样？你给老板怎么样呀？绘一个更长远的这样一个蓝图，这样他就会更加相信你，说，哎，你想做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提升，而是呢，在中长远期你也不会离开这个团队，愿意帮助我们整个团队获得怎么样更多的这样一个收益和这样的一个价值。那现在提升你，肯定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你打算在一个团队怎么样呀？更长时间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做法。如果你不是这样打算的，我建议你不要讲。就是人还是要诚信，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打算升完职之后就换组就走掉的话，那你就不要讲这么远的事情，免得到时候他又要找你说，哎，你当年怎么这么说的？我觉得不太好啊，大家还是诚信优先，诚信优先。我刚刚讲了3点，就是第一个讲怎么样呀？升职比讲加薪好。第二，在讲升职的时候，要给他怎么样画一个饼，对吧？未来怎么美好，要让他来怎么样被你幸福。第三个呢，如果你打算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希望怎么样可能讲得更远一点，比如2年甚至3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规划。好，最后我再说在技术层面上，这个会应该怎么开？就是不打怎么样呀无准备之仗，一定要做好各种各样准备。第一个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和自己想要的东西要想清楚，就是你 expectation 要想清楚。比如说，哎，我觉得我在之前做的已经不错了，我希望我在这次能够升职。或者说呢，哎，我觉得我这次可能升不了，但是呢，我很希望下一次能够升职。那这次我要跟老板谈，我怎么能够把我的这个我们叫 package。所谓的 package 呢，就是你升职的各种各样需要的材料啊，需要的你的这个贡献啊等等之类，在接下来的这样的半年中，怎么能够把它的准备好等等之类。你自己首先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期待值要摆对，然后呢，你还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老板会跟你说什么，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法跟你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想法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应该如何应对？就比如说，他说，我觉得呢，现在是适合给你升职了，那你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他说，我觉得呢，你现在还不适合升职，但是我觉得你下一次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就看你了。你如果觉得呢，你跟他想法是一致的，那你应该怎么回复？如果说你跟想法不一致，他觉得你下次应该升职，而你觉得你这次应该升职，那这个问题就要好好讨论了。你就最好是提前先做一些准备，而不是怎么样呀，打一个怎么样无准备之仗。你会被老板说啊，是吗？那我应该怎么回复呢？所以这个比较关键的这种谈话，包括什么薪酬啊，包括这个升职啊，一定要做好准备，把老板能够可能给你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都想到，然后呢，每种情况都能给自己怎么样做一个准备好的一些预案，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方便你做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会议。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那有一种做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老板说觉得，我觉得你呢还可以，做的也不错，但这次呢，如果你想升职呢，我不知道有多大的信心，就是也许你能成功，也许你不能成功，要不我们再等半年吧，到下次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能会更加有机会。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么说，你就说，哎，我们也可以这次呢尝试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收集一个反馈，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放上去了，如果能够过，当然是最好；如果我不能升职成功，对吧？那可能，像这个很多公司它升职，它都会给你一个反馈嘛，就说，哎，你在这些事情上做的不错，这些事情上做的还不够，对吧？那通过这个反馈呢，可以帮助你下一次再去做的时候有的放矢的去准备，对，你可以这么跟老板讲，那这也是一种说服老板来怎么样呀，让你去至少在这一次去进行一个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就说，哎，试一下，并且收集反馈，为了下一次成功，那我们先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历史上我知道的很多的情况下都是获得成功的，这个策略其实是还蛮有用的，很多人都这么做，而且也确实获得成功了。那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吧，就如果老板希望你下次去升职啊，这次觉得你还不够，你可以这样的跟他讲。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到年底了，怎么样呀？希望大家和老板的关于这个升职加薪的这样的一些谈话，如果有的话，都非常的顺利，都怎么样呀？都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比如说你跟老板谈了之后，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并且怎么样给你加薪了，给你升职了，怎么样？记得给我们节目点个赞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